江澄笑了2声，夷陵老祖也有不知道的事。这话说的阴阳怪气的，听得魏无羡皱起了眉，摆摆手道：“别说了，你不让我说，我就不说了。我偏要说，魏无羡，我是不是还得给你收一次尸？”那倒不用，这个形态死的时候多半无尸可收。江澄冷笑。魏无羡仰倒下来，支起一条腿，蹭了蹭江澄的腰侧，道：“行了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。你真是一点没变。”江澄轻声说：“作死了自己，你还是一点都不肯变。难怪我父亲在世时总说你才是最有江家风骨的人。”魏无羡心知这是江澄对他逃避问题的不满，没有答话，支起身子，又看了一眼小坛：“你怎么就带这么一点酒？”他生硬地转移话题：“这够谁喝的？给你带酒还挑3拣4。金陵离姑苏不远吧？下次去买天子笑，买他个10坛8坛的，喝个够。你自己买去。”江澄道：“我可不管。我怎么去？你给我看得死紧，跟老妈似的。”江澄往他后脑勺揍了一巴掌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以为你能在这里当一辈子闲人吗？我这几天就回莲花坞处理事务，金子轩伤还未愈，下次金陵出门夜猎，你带他去。”魏无羡一个鲤鱼打挺，在江澄后背狠狠拍了一下，道：“好好好，保证让阿玲看到夷陵老祖的威风。”江澄嗤笑一声：“那你总该把银铃还给金陵了吧？你想干什么？”江澄警惕：“我不能离开银陵很远，所有器灵、小仙什么的都这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看江澄露出怀疑的神情，他喷了一口，道：“你防我什么？上次是你还没发现，这次我还能躲在里面不出来了不成？我保证不进去，行不行？想走就走，谁拦着你了？”江澄哼道：“我明天把银铃拿给金陵。”说起来，魏无羡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：“金子轩的伤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还关心起他了？”江澄诧异，之前夜猎的时候伤到的，猎水鬼的时候撞上水鬼发狂了，他没反应过来，伤了右臂。水鬼发狂，魏无羡低声重复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没什么。”魏无羡皱着眉：“金子轩最近遇到厉鬼发狂，是不是太多了点？水鬼还好，原本就是伤过人的。上次那个鬼婴，连人都没伤过，怎么突然就发狂了？”江澄一愣，认真思考了一会儿，点头道：“确实不太正常。”两人对视一眼，江澄道：“我之后让金子轩留意一下。”魏无羡点头道：“他位居仙都，眼红的人怕是不少。”天色已经大亮了，江澄直起身，捶了捶后腰，回头看了一眼魏无羡。他轻咳一声，伸出一只手，握成拳，举在魏无羡眼前。魏无羡一怔，旋即反应过来，也伸出拳与他对击一下。“欢迎回来。”江澄心想，但他没说出口。“谢谢。”魏无羡笑道。江澄甩甩衣摆，大步离开了。蓝思追悄悄用余光看跟在他们身后的这个人，换了一身黑衣的魏无羡没了那几分温润公子的气质，骨子里那股风流潇洒便淋漓尽致地散发出来。此刻他右手拎着一个小黑坛，一面漫不经心地四处打量，一边跟着他们前行，从头到尾每一寸都像是从他的记忆里走出来的似的。虽说早已与金陵通过信，此刻真的看到魏无羡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，蓝思追还是不禁有些恍惚。此次夜猎对象不在府上，而在山里。半夜前起，不断有云平城的住民到莲花坞请求除祟，说是上了云平山的人都离奇失踪，到目前为止一个也没有回来。江澄派去几个外门门生了解过情况，确认没有什么大的怨气波动之后，才放心把这件事交给金陵作为历练。金陵经过上次一罚，这次总算知道约些同辈子弟一起出门，于是蓝思追才出现在团队里。“那个是不是云平山？”金陵指着远方若隐若现的山峰问道。“大概就是了。”蓝思追点点头。金陵环顾四周，穿过人群向山脚下走去，跟在身后的魏无羡见他们这就要上山，连忙一把拉住金陵的衣摆，头疼地问道：“你们这就要上去？不然呢？”金陵拽了拽自己的衣摆。“好。”魏无羡点点头，山上这东西喜欢什么样的人？
什么时候最凶？这山有没有什么传说？金陵被问的一愣，道：知道这些有什么用？你连这些都不知道，上了山要怎么对付邪祟？金陵刚想顶嘴，蓝思追连忙接过话头，抢先问道：那一位前辈，我们应当怎么做？魏无羡对他笑笑，指了指一边的商贩，道：市井之事，当然要问市井里的人。说罢，他对他们眨眨眼睛，示意他们跟过来，边走边说：看我给你们做个示范，下次自己来套话试试。镇恶符，夷陵老祖镇恶符，百鬼不侵。